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所以呢，有很多朋友感觉每天你的大脑当中要处理大量的碎片化信息，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会大大的消耗我们的精力。所以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午的时候他眯一会儿，盹一会儿。但是这个眯一会儿它其实是有讲究的，我们会发现睡的时间过长不行。中午如果睡的时间过长了，你这个下午就会感觉到整个脑袋当中昏昏沉沉的。睡的时间过短也不行，睡得短了以后，你会感觉还没回过味儿这个人的状态也回不过来。所以呢，在道家当中这个午睡是特别有讲究的。午睡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精力，包括养人的一种方法。以前我们经常熟知的4个字叫做闭目养神。很多人以为眼睛一闭就可以了，其实这是错误的。今天呢，大伟给大家分享一个道家午休的方法也是我们讲的闭目养神。怎么去做？把它做好了以后，你会发现，即便只有5分钟到10分钟，你的整个精力都能够回来，而且到了下午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非常有精神，也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那么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咱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呢，道家的动作讲究的是2个字，就是引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手势去引导，这个手势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我们的子午诀，用大拇指点住我们的无名指根，把手这么一包就行了。你看，大拇指点住无名指的根，有很多朋友说，老师这不是握固吗？其实都一样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不是普通的握，而是要点住无名指的根。点住了以后，把拳头握在一起。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手势做好了。把你的手，如果你是午睡的时候是躺着的，就把手这样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如果你的午睡的时候你喜欢打坐或者平常喜欢盘坐的话，你可以把我们的小拇指这个孔这么对着我们肚脐的两侧都可以。手势的话随便放一下就行了。然后把手放好了以后，把眼睛闭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来了，就是调整呼吸。你们跟着我去做一下，先感受一下这个变化来，慢慢的先吸气。吸完气以后吐气，先正常的做，然后手呢一定要握紧，然后再来吸。好，缓缓的吐。在这里呢，是我们采用的是鼻吸鼻呼就是鼻子吸气，鼻子吐气，然后慢慢的你把呼吸的频率降下来就是你吸气的时候要变得很绵柔脑袋当中放空，吸气的时候慢慢的吸进去。然后把我们的胸腔充满，好，然后保持1到2秒钟的停顿，缓缓吐出来。好，整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缓慢而轻柔的。然后再来一次，来吸气，充满我们的胸腔，然后缓缓的吐气。好，这个时候你要感受一个变化，是什么变化？就是我们手是放在我们的肚子上面的，你去感受一下你肚子上面的变化是不是开始起伏了？我们正常引导5个呼吸左右，你在吸气的时候，刚开始是胸腔饱满，肩膀会往上耸，但是到后面以后，逐渐的，你会发现你的肚子会跟着上下起伏，特别是吐气的时候，你看。肚子也会跟着起伏，这就是我们讲的会形成的腹式呼吸。其实腹式呼吸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难，咱们很多朋友把它想的太难了。腹式呼吸每个人都会，我们在深度睡着的时候都是腹式呼吸。你们去看小孩子睡眠，他们只要睡着了以后，他的肚子都会上下起伏。所以这个动作在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就是缓慢的吸气，缓慢的吐气。逐渐的，当你感受到你的肚子开始上下起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缓，腹部起伏会变得越来越大。同时，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不容易让人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我们这里的速度，心跳的速度会变得逐渐缓慢下来。那么一般来说，你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话，只要大概在15个呼吸到20个呼吸左右，你整个人就会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达到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呢，它是介于你在清醒和睡眠之间的一种状态。你说它睡眠嘛，你外面有一些动静，你听到了以后你就能醒。但是你说它醒了吧，它又是在一种很奇妙的状态之下。所以这种状态呢，我们保持好就叫做
闭目养神这4个字啊，也是这么来的。我们躺着去做也行，平常我们这么去做也行，但是一定要记住，引导很重要。引导的过程好坏，就是看你的起伏的状态。起伏的状态是跟着我们的心跳环节走的，心跳只要慢了，我们的起伏慢慢也会变得越来越大。这3点一定要记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睡眠不好啊，最为苦人。我相信有过失眠经历的朋友们都深有体会。躺在床上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睛闭起来以后啊，满脑子啊都会重复一些片段。好不容易啊睡着了以后，却发现啊睡得不太踏实，眼睛一睁起来了，浑身上下都特别疲劳。其实睡眠啊本来就应该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但是对于失眠的人来说啊，他非常痛苦。所以呢，失眠的人啊特别害怕夜晚的到来，特别害怕睡眠。没有关系，今天啊大伟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改善睡眠，让你沾床就睡。而且呢，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我现在来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啊，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方法怎么去做。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开双门。咱们的身体里面啊有2扇小门，这2扇门啊只要打开了以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安定心神，更好的去入睡。第一个门啊叫做神门，大家都听过啊，但是我们打开神门的方法和以往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准备1小碗的白开水，拿这个手指啊指尖啊蘸着这个水啊绕一绕，然后呢把这个手指蘸水的手指啊去拍打我们的神门啊，拍打哪里呢？其实呢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腕横纹下方，你看这3个手指啊，你看对上去，然后拍打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般来说，我们蘸着一个水啊，拍上15下到20下左右，然后呢，再手蘸一点水，然后继续，就这样去拍打啊。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啊，我们手啊就这样啊，手指只要放在我们的腕横纹下面，就这样拍就可以了啊，拍上一个20下左右。好，再蘸一遍，再拍啊。我们如此反复重复5次，一共做上100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都知道神门可以帮助我们安定我们的心神。很多人啊就是心火大，心里烦躁，睡不着觉。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皮肤蘸水打开这个穴位，给我们的心火啊降温。那么讲完了第一个动作，开神门，我相信跟着我一起做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感觉心里面特别的舒畅，特别的安静。好了，现在我们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啊更厉害，叫做开天门，打开头顶上面的经络锁。我们要知道，很多人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和头上的这把经络锁有很大的关系。这把经络锁只要打开了以后，你的大脑当中啊将会清空啊，睡觉会变得更加的容易。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天门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啊，我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啊和普通的梳子啊不一样。它的梳头齿头更大，大家可以看到更加的圆润，是专门为了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而设计。现在呢，我用这把梳子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所谓开天门，第一个就是要从我们的印堂到我们的发际线这里，你看这条线，我们用这个巨大的齿头啊往上去推，1、2、3、4、5。在推的时候啊，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很多人啊，他因为长期睡不着失眠，所以呢，他在推这条线的时候会发现这条线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颗粒。这些颗粒呢，你用手去推啊，感觉的不太明显，但是你用梳子去推，你会发现这些小颗粒就像一个小米粒一样，在你下面去滑动而且呢，你推上去的时候会感觉酸酸溜溜的，有些朋友还有一些刺痛，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这样去推。一般来说，推上50下左右这个感觉就会弱上很多。好，做完了这条线以后，你看这条线像不像一个门缝两边像不像一扇门？好，我们开始，你看把这个门给打开顺着去刮到哪呢？刮到你看我们耳朵后侧一直到脖子这儿，你看一条线下来这个开天门，你看这个动作多好做的时候直接在脖子上面一些问题也给它解决了。
我们用这个梳子推的时候啊，是明显的能感觉到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颗粒感啊，就是皮肤上面这些颗粒感和筋结啊，都是我们身体经络不通的一些表现。所以呢，你在刮的时候啊，会感觉有些酸啊，有些胀啊，都是正常的。随着你刮的这个次数啊变多啊，然后慢慢的你能感觉到这些小点啊，逐渐的就消散了啊，你的体会的感觉呢，就会由原来的酸啊、胀啊，慢慢的变成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啊，就这样，我们就一下一下的刮。一般来说，你看我右侧做个50下，我左侧也做个50下啊，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头上的这个天门啊给打开。啊，你看神门打开以后呢，我们开天门，天门打开以后呢，啊，这个时候你的心火降了啊，我们头上的啊这个经络锁给解开了，你睡觉的时候啊就会变得更加的踏实。而且呢，做完这个动作，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啊，你看我做完以后，我把梳子往这一放，我就安静的坐在这儿，我会感觉整个身体上面啊非常的舒服。大脑上面的头皮啊，感觉一层一层的解开，非常的放松。然后此时呢，你躺在床上，什么都不用做，眼睛一闭，很容易啊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状态当中啊。所以呢，这两套动作你只要结合在一起做，是1+1大于2的啊。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睡眠啊不仅变好了，而且啊变得更踏实，更容易入睡了，睡觉变成了一件非常享受的事。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相信咱们的粉丝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啊是长期睡眠不好的，每天晚上啊，只要一睡觉，就感觉大脑当中啊就安定不下来，就忍不住的去播放一些小电影，感觉整个人啊都非常的燥。好不容易睡着了，被一些声音啊给他惊醒了。惊醒了以后，一看时间，才感觉2点钟、3点钟，然后一想着6、7点钟又要起来了，还有4个小时，一下子心理压力上来，又睡不着了啊！就是反反复复的每天这样去做。我给大家说过啊，睡眠是放在所有东西之前的。你吃的再好，念的再好，只要睡眠不好，一切都归于零。而睡眠好了以后，你再稍微吃一点啊，再稍微念一些，整个身体的状态会怎么样？完全不一样。所以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期睡眠不好的人，不仅会感觉这个记忆能力啊会错乱 ，A 讲的事可能会想到 B。可能是人名都记不得了，就想到事情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每天啊状态萎靡不振，就算给他睡上10个小时，他每天都是感觉浑浑噩噩的。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这个方法你只要跟着我去坚持去做上1个月到2个月，你会发现慢慢的躺在床上，你的心能静下来，然后呢，你整个人的状态会变好。我们都听过一个成语啊，叫做心神不宁，对不对？心神不宁，你只有把这个心给它定下来，神给它定下来，整个人一宁下来，自然而然就会睡着。这个方法是一套动作，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如果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大脑当中有一种空空的感觉，整个人状态定下来以后啊，一定要给视频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个赞。话不多说啊，直接讲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找到一个点，这个点叫做什么？这个点我手指的点啊，叫做神门。这个神门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找到这个点以后，把2个神门对在一起，轻轻的摩擦。这个动作我得给大家提前讲一下，是咱们晚上去做。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10点钟睡觉，你就8点半到9点钟的时候去做，提前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区间。好，来这样轻轻的摩擦啊，然后反复轻轻的摩擦。好，这样去摩擦一个30下到50下。你手像我转不转都没事，你只要把2个点，你看这样对在一起，然后轻轻的摩擦。摩擦完这个点以后，然后不要着急，我们手腕横纹下面啊3指这个点啊，你看腕横纹下面3指这个点啊，中间这个地方叫做肋关啊，把2个肋关在一起再摩擦。有的朋友为什么你要去做肋关呢？啊，肋关不是和我们的心相通的吗？其实你要知道啊，我们讲的睡眠不好，其实和我们的心啊有很大的关系啊。你只有先把我们的神门和肋关打通了啊，你整个人的睡眠状态就会不一样。就这样简简单单，我们去做上一个50下啊，50下依然是50下，大约耗时也就是30秒钟左右。在做的一个区间，我们慢慢的调整呼吸，吸气，慢慢的吐气，就这样吸吸吐吐，慢慢的啊。慢慢的做完了以后，此时你会发现，可能有的朋友啊手掌会发热，有的朋友呢额头上面会微微的出一些汗，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我们开始把我们的
手指交叉在一起，拇指往下去按压，两个拇指往下去按压，手这样去交叉啊，大家看好，手这样去交叉，这个关节点对关节点啊，然后就这样放在我们的腹中，就这样慢慢的按压，眼睛闭起来，然后吸气，吐气，就这样静静的，你会发现10秒钟到15秒钟左右，就这样一直保持这个压力，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当中慢慢的会进入到一种空的状态。什么叫空的状态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在睡觉之前，还有我们睡眠当中，它中间有一个空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个过渡的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当中是一个非常接近于睡眠的状态。好，我们就这样感受一下，是不是大脑当中有一种空的感觉？你的这个整个状态啊，你的整个头皮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放轻松的感觉？这些都是好的现象，慢慢的去做，静静的去品味啊，这30秒钟，30秒钟做完了以后，来，我们所有人把我们的手形成这个七字形以后，对准着我们的眉心，这样，轻轻的去啄啊，轻轻的去啄，这样轻轻的去啄我们的眉心，小鸡啄米一样，轻轻的啊，轻轻的。不要快，不要急，不要很快啊，就慢慢的、均匀的、轻轻的去啄30下到50下。好，做完了以后，头顶2个耳朵之间这个点叫做什么呢？百会，轻轻的这样去啄30下到50下，啊，就这样。这是一套动作，你把这个50下再啄完以后，然后此时你再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安定下来了。就比如你看我讲话的速度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让我们整个人身体安静下来的一些点位你们按照这个顺序去做，千万不要做反了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然后第3个、第4个、第5个，5个步骤做完了以后，你坚持去做。你第一天哪怕做完以后，你感觉没什么变化，不要气馁你坚持连续做3天，这3天以内，它就会给你一个好的感受。而且咱们很多朋友体质稍微敏感的，他当场做完以后，他的心就静下来了。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感觉有用、有收藏价值的，把它收藏下来，同时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你记住了，大伟的视频分享的都是纯的干货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者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自己的呼吸？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用你的双手手掌捂住自己的耳朵，就像这样捂住，眼睛闭起来，把头往下低，然后来吸口气，吐出来。你注意一下，听你呼吸的声音。当你把耳朵捂住，它能感受到你自己呼吸的这个声音。有的人他是比较粗的，有的人头一低，然后会感觉到有一种咆哮的声音是在里面发出来的。有的人呢，呼吸起来会比较的柔顺，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声音。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注重自己呼吸的，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你要知道，真正会练的人都是会呼吸的。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的呼吸变得比较的急促呼吸变得比较的快，一个呢是你的吸气量变浅了。这个时候频率加快了以后，你会发现这里跳动的速度变快，同时呢，你这个人容易变得更加的急躁容易发脾气。当你呼吸的频率接近我们的正常的一个进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偏向于理性的时候。而我们如果想要身体慢下来，比如在特殊的时候，你晚上睡觉这7、8个小时总是睡不好，就是翻来覆去的，或者是你就看星星看月亮，就是睡不好，往床上一躺就胡思乱想的，或者是你平常总是胡思乱想的人，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呼吸节奏慢下来。你呼吸节奏只要一慢，它这里的速度就会慢，然后呢，整个大脑当中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其实说来也巧，在很多年以前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老人。这个老人90多岁，专门对呼吸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特别是道家的静功。你会发现这个静是安静的静，
道家的静功当中啊，它很讲究这个呼吸的调节，特别是我们熟知的这种吐纳法，都是在强调呼吸。那么在道家的静功当中呢，有一个最高阶的方式，就是叫做引导法。什么叫做引导法？顾名思义，通过一个手势，让你整个人引导到一个安静的状态。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玄？但是我看这位老先生每天晚上睡觉的姿势，包括他有的时候在这儿打坐入定的姿势，都是通过引导法进行的，而且这么一坚持啊，就几十年下来。所以呢，我把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试。特别是我们刚刚捂住耳朵，头低下来，感觉自己啊这里不通不畅的，都可以去做一做这个引导的方法去练习。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引导的方法怎么去做，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把双手伸出来，用你的大拇指点住你的无名指根啊，点住它，2个手指都点住，把手这么一包裹住了。包裹住了，你看这个姿势，很多人都知道啊，叫做握固。那么在道家当中呢，这个也叫做子午诀。把握固做好以后，我们把双手啊身体坐直，双手就置于我们的腹部两侧啊，你看这是肚脐，然后呢放在两侧就行，就这样放好，眼睛闭上，我们做3到4个呼吸，你感受一下你呼吸的变化，眼睛闭上，什么都不用去想啊，就正常呼吸就行。来，吸气。所有的朋友啊，可以慢慢的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一起做。吐气，吸气，自己去感受一下。吐气，吸气，吐气。因为在做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去讲话，所以呢，大家如果没看明白的话，可以往前快进一些，然后把视频暂停，自己再感受一下这个呼吸的变化。我来这里直接分享一下答案。刚开始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气慢慢随着你的呼吸的一个时间加长，它会越来越深。从刚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呼吸到这儿，慢慢的到往下，再到下面啊，越来越深，一次比一次深，逐渐的这个气啊进的深了。吐出来的变得很绵柔，然后呢，你再观察哪一点？观察我们的肚子，手放在肚子两侧，它如果起伏的话，你会很明显的观察到，我们这个引导法其实是引导着你去做腹式呼吸啊，你不用刻意的去练，你也不用去了解，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肚脐两侧，你会发现气进的深了以后，它这个肚子啊就开始上下起伏，这个就是腹式呼吸。同时呢，如果说你还能留出一些思绪去观察的话，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变化。很多朋友发现啊，这里做着做着就怎么样变慢了。它变慢了以后，逐渐的你原来当中的一些杂念就开始慢慢的跑掉了，就被你的呼吸带着走。然后你就会发现，此时就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无无的，就这种感觉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所以呢，这是这位老者啊，每天啊下午的时候都会去做着一件事，每天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分钟。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我只是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如果说你在遇到一些比较烦的时候、比较躁的时候，或者你感觉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啊，10次就可以了，呼吸10下。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啊，晚上这7、8个小时睡不好，特别是头一沾着枕头就开始忍不住乱想了，怎么办呢？一样的，用你的大拇指点住无名指的根，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就这么放着，人正着躺。如果你不喜欢正着躺，你侧着去握，手握着也行啊，把身体卷曲起来，就这么侧着睡也行。你只要这个姿势放好了，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呼吸就被调整过来了。当然，我建议大家比较好的，因为我看这个老师傅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么去睡啊，你可以把手就自然置在肚脐两侧。我自己去睡的时候也是这么去睡，会感觉特别的棒。你们这样一放，然后发现呼吸只要进得深了，接下来所有的都是通过这个引导的方法去引导好的。你记住，呼吸的速率啊，就会决定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会呼吸的人，往往他自己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棒。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把它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没有关注我呢，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